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套八卦健身操，都是源于我小时候习练的武功啊、禅修啊，还有八卦内功之类的啊。会选出几个比较简单易学的动作，希望能给大家的健康带来一点帮助。最重要的是呢，它能够增强体质啊，增强体能，增强元气，增强关节的灵活性、身体的协调性、柔韧性，还可能会避免老年痴呆老年行动迟缓等问题。它能够很好的运动到五脏六腑促进消化，促进新陈代谢，促进排泄功能并且一定可以减肥瘦身。健美来说的话呢，就是也能够快速的使我们增加这个肌肉，增加健康的线条感，使我们这个身材变得更美更有魅力练习这套健身操加上八卦内功的练习的话，使我们能够快速的回到青壮年时代让我们的四肢和心能够配合得上，心想到哪里脚能走到哪里，这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倡导呢我们通过这样综合的修炼让我们年老身不老到老都能够活动自如能够自我管理，不需要别人伺候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健康幸福的长寿的生活方式。在练功的时候要注意选择环境，别选太小的，不要打拳踢脚的踢到桌子腿凳子腿墙角所以环境还是要宽松。练功的服装通常是宽松柔软透气，但是一般运动鞋它底子不能厚，底子厚它是不安全的这套运动呢不适合于特别饥饿和刚吃饱饭的时候练习通常是在饭后40分钟之后再练还是可以的。那每天练的次数从1次到3次都可以。当然如果你较年轻的话，比如说你是不到40岁，那你一天练10次都可以，对，那这个没啥坏处。如果年龄稍偏大一点呢，就可以1次到3、4次都是可以的，因为每个人这个体质体能是不一样的要培养这种修炼的习惯习惯是每天去练功，每天最少做1遍效果都会好。我们现在讲解一下开路脚，好，准备示范。好，这个开路脚当中有几个要点就是首先要拳眼冲上。那拳眼呢，通常是指我们攥拳头的握在一起的这个位置叫拳眼看一下这个地方叫拳眼。看拇指也在外侧，有的人那个拇指握在里头，那个是错的在外侧，拳眼冲上。那出拳的时候呢，等拳打出去之后，你看就是拳眼冲侧面了。收回来的时候呢，拳眼还是冲上，那抱在胸前。
抱在胸前的防护好处就是能够防身，防别人的攻击，往上挡、下挡，是吧？打拳击都是这样，这2个拳套一直在脸上护着，对，这2个手出拳同样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拳眼冲上出击，出击的时候就旋转，收回来的时候继续拳眼冲上，所以旋转的只是一点角度而已哈，对，每次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在胸前啊，这样保护自己。还有呢，在出拳的能量哈，通常是从你看肩和肩后，对，从后背这样一起带着发力再出拳，至少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这样的效果才会比较强一些。这个开颅脚的踢的部分就开始展现了哈，踢的是还是挺好的，挺规范的啊。这个开颅脚有一个提示呢，就是踢的高度就不要太高。我的提醒是在1米至1.3米左右的高度。这样就没有练过这种拔筋呐、舞蹈的这些人呢，这样都可以练这个脚啊，这样就不会那么痛。如果你踢得很高，你超过了1.3米的时候，再高的时候呢，当然好处是你可能变成武林高手，但是坏处是你可能容易这个腿啊、大腿这个筋痛就会，并且呢会减缓了速度，就是脚的速度啊，距离越短，速度就好像变快了。我们当然现在是没有一个仪器来进行测算你那个踢脚的速度哈，但是我们是知道的。比如说我踢出去踢坏蛋，踢到他小腿，这个速度就赢得了0.1秒。如果你踢到他肚子上，你就增加了0.1秒，就是你的速度已经就又延迟了所以呢，在中国的武功之中，有个叫裙里脚。裙里脚就顾名思义，就是女生穿的裙子。像中国过去古人都穿个长袍，对不对？书生穿个长袍，也大概一个意思。我的袍子没有动，我一脚已经踢出去了，所以这一脚不可能是高的，应该是踢在腿部低处的部分。就是这变成这个2个腿之间的这个距离是很近的。但是当我把这个脚踢出来之后，要踢他的胸，踢他肩膀，踢他头，这个你速度无论再快也是延迟了，所以踢得越低，速度就越快，就是我们的防身的效果就更好所以我建议这个脚法呢就踢得低一点不要超过1.3米。那你再演示一下。很好。这个速度，我们在平常这样练的时候，这个速度已经很标准了，就是还不错。一般我们出拳的时候都会用胳膊的力嘛？对。那刚刚师傅有说到说我们要用后背发力，我想问师傅为什么呢？当我们进行出拳的时候，我不是单纯的这个拳头出来，因为我们是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叫健身动作。它是全身式的运动，如果单纯用一个手臂的这个力量，它是比较小的。比如说我这个打一拳出去是10斤，如果用身体的力量再加动作的摆动和速度的话，就很轻而易举的能够提升1倍的力量，或者是更多。像那些拳击高手他们就是用整个身体的力量，其实已经超越了手臂力量的若干倍，才能拿到世界冠军，才能打败对方。所以这个整体的身体的运动，这个是
特别重要的，会加强这个能量感。那师傅，我们做这个开路角啊，对我们女生的那种身材之美有帮助吗？就是说，从这个打拳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看到有一些有点上年纪的妇女哈，她这个好像手臂上这个赘肉啊容易产生，就是好像在美容学称为叫蝴蝶袖。那个蝴蝶袖听起来挺好听的哈，但是长出来之后，很多女生还是比较反感的，就是这一块手臂上的赘肉有点往下耷拉那个感觉，从形体美来说呢，会减分啊。那所以我经常练这个打拳这个动作的时候，就手臂啊这块肌肉自然会变得紧实好看啊。还有呢，其实包括你的臂膀、后背到前胸这些肌肉都会得到锻炼，就会使它更加紧实了。这个开路脚的这个踢脚呢，这个动作哈，对我们这个肢体运动当中啊，会有哪些好处呢？啊，首先是练的你的反应的速度啊，从腿脚变得灵活好用啊。我之前讲过，说这个人老呢，先老到腿脚上来，尤其是脚、腿，非常有感觉。说你的心已经到了菜市场了，可是你的脚还在家里头。就是说，对那个脚呢，就会起身慢，行动慢，这个脚跟不上大脑，并且在当今的这个社会，通常是动脑的比较多，动嘴的多，可是动脚的很少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运动越来越少。好处是少出汗、少出力，坏处是因为得不到锻炼，所以你的手脚根本就不灵活。所以你看，跳舞和打拳都讲手眼身法步啊，所以我们做这个踢脚的动作的时候，首先是锻炼这个腿脚的灵活性啊，锻炼腿脚和大脑的配合的这个灵敏性、灵巧性啊。对，所以经常这个运动之后，这个我们的下肢、腰、胯、腿就会变得肌肉紧实，就美了啊。你来配合一下，我来讲解这个后羿射日的一些动作要领啊。那你这个在拉弓的时候来试着做哈。拉弓的时候啊，首先是这个前面这只手臂呢，它是不是平的啊？看我的手，我现在手的这个动作，它是一个水平，所以通常来说，就好像有向上倾斜15度到20度之间的这样一个斜角。还有呢，这个后面这只手呢，还会有点用力，你的意识当中是真的在拉开弓，所以要有一种用力感。如果不用力的话呢，我们这一块的这个运动和锻炼就达不到效果啊。那也是叫拳眼，这里叫拳眼，还是向上这样子。对，那这个面部呢，并没有用正面对着这个举起来的手臂，我的眼神是看着手的这个方向，因为就像我们真射箭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还是和弓箭之间形成一个瞄准器的一个瞄准的时候，我们人类很难用2个眼睛中间能找到瞄准点，还是侧脸，几乎是用1只眼的瞄准会比较准确。所以我的脸呢，并不需要完全对正它好吧，还是用，比如说我举右手，通常是用右侧的眼睛在瞄准。在这个动作中呢，这肩膀放松一些，虽然是手臂在用力，真的像拉弓的感觉，但是肩膀要放松啊。对，大家看拉弓的动作。
很好。这个后羿射日，这个射箭的动作哈，实际上它能够打开这个胸肌气脉，还有对这个整个胸腔啊、肩膀啊、手臂、手，整个它都是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包括腿部，因为我们在用力拉弓的时候，我们整个全身都是在用力配合，对不对？对。所以使我们全身的这种叫做上下左右的这种协调统一的配合性啊，就达到了一个最高的状态。也在做这个动作当中呢，也让大家学会在动中寻找清静的感觉。因为在拉开真要拉弓的时候，你有一个静静的拉开瞄准，甚至是猎物在跑，对你的身体、动作、眼神、意念都是统一在一起在动，对，所以它整身的运动啊、锻炼、协调，就像刚才讲的手眼身发部的统一配合性是非常高的。现在我给你介绍一下拉弓这个动作时哈，你这个腿部的动作哈。来做一下，好，大概你可以上身放松，腿部动作做出来哈。当我做这个拉弓动作的时候，现在你看他的这个腿呢，这个姿势，后面腿比较弯曲，啊，前面的腿呢接近于直和弯之间的这个感觉，是目前我们所推荐的。因为我们毕竟手里没有一张弓真的在拉，就是我在实验过，如果我拉特别重的弓，就很难拉开的弓的时候，我的前腿几乎是完全是蹬直的，反而我要借用地面带给我的脚部的阻力来支撑着我将弓拉开，所以它是上下一口气动作内外统一啊，所以我前面的脚其实在脚这里很用力来支撑住自己，再拉开。所以你刚才也真的拉了弓，你会有这个感觉，后腿是弯的。就是在拉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动作，就是转腰。转腰。为什么有这个动作呢？就是因为射箭的时候，我们将面对的是坏人，或者是过去在古代的时候是一个野兽。他要在奔跑行动嘛，所以我的箭瞄准的是跟着这个动物在跑，对，就是我的身体并没有动，但是我的腰在转，跟着转啊，对，实际上在模仿这个动作。我发现就是我们在模仿这个就是弓箭追踪动物的时候，这个动作实际上对于中老年人对于腰部的锻炼特别好很多人他今天的运动少了嘛，吃的又比较好，所以就是容易出现一些脂肪在身体上哈，尤其是肚子变得很大，这样并不健康，这身体得不到锻炼。说男人怕有个大肚子是吧？女人也怕腰上有很多赘肉，对，所以你的这个就是尤其是腰部的这一块的这个肉的多少，也决定了你的身体基本的健康状况还有健美的状况。当然这个动作不会起到那么强烈的对腰部的运动锻炼，但是我想给我们中老年的朋友也会增加一点就是运动腰椎的并且比较安全的这个方法。
撞膝这个动作呢，是一个上下配合的动作啊，它源于武功之中的防身术啊。当敌人攻击你的时候啊，逃脱时是吧，撞坏人一下，你可能能够脱身而走啊。所以它是上下配合一致啊的瞬间，就是在一个时间啊，用爆发力，就上面的手抓住啊，底下的腿进行撞击。这个时候膝盖的撞击越高一点就越好啊，这是要有力量感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一套操的时候，还要求要气沉丹田，这样我的动作是有力的。气沉丹田就是我们的小腹部嘛，它正好就是身体的中央部位。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能量上下一起沟通、合作、配合才是最有效的。那么这个动作中锻炼到的，自然就是我们的手臂呀，这个因为都是很用力，所以从整个手臂到手指的抓力这样的锻炼，还有呢，也就是你的臂膀，就是连着手臂的臂膀后背侧，其实是一起用力的。再加上腿部撞击的这个动作呢，又会产生腰臀、腿、大腿、小腿的一起综合的配合，所以这个是对于整个你的四肢起到了一个最好的配合性的锻炼。从美观来说的话呢，就是你的上下肢体的关节都得到了很好的运动和锻炼。再就是对这个腹部内脏的运动一定会起到相当的作用，所以促进消化、促进排泄、促进新陈代谢，甚至促进妇科生殖器官的这个健康运动都是有好处的。那师傅，我们撞膝的时候是用腿撞嘛？那这个动作的发力点是在腿上吗？好，这套动作的发力点呢，因为是上下统一，所以我们能量之源在下丹田，也就是腹部、小腹部这个位置我们称为叫丹田，从这里开始进行发力。只是说我这样讲呢，没有练过的人会觉得越是这么讲，我越不知道这个力是怎么发。没有关系，你就是有这样一个意识，知道我是这么讲解就好了，你就照猫画虎的做动作，做熟悉了，这种感觉就会找到了。撞膝这个动作呢，在于防身的这个应用当中先是叫逃脱。一个比你强大的人抓住你，甚至手里有武器，你想逃脱是比较困难，并且是危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要让对方感到痛苦，你才可能有机会逃脱出去。对，所以这个动作是应用于比较与坏人贴近身体的时候，所以是抓住对方的头发或者是肩膀的衣服往下撕扯，同时用腿迅速提起膝盖，迅速的撞击对方的胸部或者是面部，才可能有点效果。但遇上很强大的，也许根本就没有作用。但是毕竟说，在遇到这样的危险的时候，我们多一个这样逃脱的招数。那么还有呢，在武功的应用之中，是当对方的腿踢过来，踢我的裆部或者是腹部的时候，我迅速的抬腿，是用腿挡住了对方的腿的攻击，是为了就是保护自己的。踢左腿也好，右腿也好，都是为了这样一个防护的动作。所以这个动作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攻击，一个是防卫。这个动作在用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上下力量的配合。如果没有手部的这个抓住和往下的拉扯这个腿部撞击的这个效果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要用熟了，
练多了，这个动作才会产生它的相关的威力。我来讲解一下推山入海掌。这个动作最重要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好的一个锻炼我的动作要求就是这样的，我的腰椎从正面侧面它都是比较正直的，这个才会有利于将这个动作去做好它，并且往外推的时候，通常是动作、气、能量、声音是一起爆发推出去，并且往外推的这个手掌呢，是掌心朝外朝侧面，但是呢，这个手臂不要迅速的完全推直它，可以稍稍有一点含蓄性，不要完全推直它，这样比较好。还有是丹田发力，你再做一次就知道这个感觉了。很好。好，做得很好。推山掌的要领我再讲解一下，还是用丹田力。我的能量是从丹田，也就是下腹部这小肚子这里有能量向肢体散发出来还是就是气、力量、动作、声音、意念大概5种的结合，同时爆发出这个动作。就是当我的声音哼哈的声音爆发出来的时候能量就会这样突发出去。那师父，为什么我们推掌时要做这个哼还有这个哈呢？它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动作呢，它会自动的能校正脊椎侧弯和驼背等这些脊椎不正确的现象。这只要按照这里的要求和口令、口诀去做的话，那么我们的脊椎就会快速的得到健康的纠正。就是我们这个人体中国的古人认为，人体从头顶这叫百会一直到前面你的身体里头，一直到会阴再从后面的这个脊椎，不是完全脊椎这个部分，是大概这个区域通上来有这个能量的通道。古人称为周天。周天的意思就是说好像绕着天绕了一圈的意思，它是将人体和天结合的一个说法。那通常呢，前面这一段的这个通道就叫做任脉，那么后面呢叫督脉。但是一旦我们某一个脉在某个点给堵塞了之后，你就会得相关的疾病。比如说我常见到有人就是在后面的督脉大椎，这里有个大椎穴，就是我们稍微低头摸到这里有个鼓起一个骨头包，那叫大椎穴。在这个区域有堵塞，一旦这个能量堵塞之后，一个是没人治得好的叫脖子经常痛，
第二个，容易造成脑缺氧，能量输不上去，通不过来。对，还可能容易会引发心悸、心脏病，在前面堵了更麻烦。就前面任何一个通道当中的穴位堵住之后，都会引发与它相关的疾病。凡是得病都是痛苦的，啊，所以我们当在做这个一个练习动作的时候，我也希望把大家的任督二脉打开，啊，在武林秘籍之中就会认为，如果一个人的任督二脉通了之后，你一定是健康长寿，就是这样子。如果任督二脉被堵塞了之后，有一个穴位被堵塞，你就确定了是不健康的，这个是一定的。所以这个动作啊，最重要的一点，用这个哼哈这两个声音，它是能够快速的将我们这个叫做任督二脉打通打开。所以这个动作啊，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加健康长寿，但是希望你做的越规范就越好。那师父，我们练好丹田力之后呢，对我们会有什么帮助呢？会让你能量十足。因为我们华人的祖先我们的祖先们认为，人体的能量，那个父母生的那个部分叫做先天能量。那么通过练习、吃饭、呼吸等等这些方法获得的能量叫做后天能量。那么练这个丹田气呢，就是一个后天补充能量的这样一个方法。所以当这个能量足了之后，我们才能更加健康。比如你说话的声音好听，通常是你的丹田气足。那如果让外国人这么解释，就是能量足。能量足的人，你的声音就会好听。所以我们仔细听一些歌星或者一些大人物，他们说话的声音和唱歌的声音其实是充满着能量的，对不对？尤其是你听一些非常著名的歌星比如同样演唱一首歌，一个普通歌星唱歌你就觉得还可以，听著名歌星唱的时候你会感动的落泪，感动的激动，对不对？就是他的声音当中充满着能量，让你感到震撼，你才会出现那个感动的泪水之流。对，那么这样的歌星就是他的能量很充足，这是在声音上。那么你有这个能量充足呢，就是健康还有智商情商更高，就是这个能量支撑着让你的心脏跳得非常好。心脏跳得非常好，你的大脑供血特别足，对不对？所以你大脑变成很智慧。对，所以包括一些科学家、政治家，他们大脑那么好使，首先是他的气是很足的。所以气足之后人还会变美，因为气足呀，能量足所以你的皮肤是滋润的，是好看的，你的眼睛是亮的。请问大家，是羊的眼睛亮还是老虎的眼睛亮？那是肯定的，老虎是吃羊的。对呀，它两个比的话，羊看见老虎就不会走路了因为它的能量差别太大了。所以能量充足几乎带来了无限的好处。无论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能量充足的人会获胜。但是在于健康和体能的角度来说，你能量足的时候，你的出的动作的有效率就会很强。比如说和你重量相同的女士，出的一拳是10公斤，那么你的丹田气比较充足的话呢，你出的一拳可能就20公斤，就会比她要强很多。所以古代的这些哲学家、养生家为了让自己健康长寿，其中一份修炼就是练这个能量，练气。中国人把这个能量在古代的时候在人体上称作是气。
气不是指呼吸的这个气，这个气是一种朦胧解释的生命能量的意思。他觉得得到这份气才能够更加健康长寿。所以今天我们用的这个丹田气也是指这个意思。这个动作不是很规范哈，就是一个是出拳的时候不要那样的绷直手臂，不要那么完全绷直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在出拳之前和出拳之后是两个手抱在这个胸前，就是上胸部这一块。因为胸腔它也有个距离嘛，你在这里放也是一种放，对不对？稍微偏上一点，这样既能护住身体，也能护住头，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打拳之前和打拳之后的手是放在上胸前哈。还有你刚才踢出去的腿哈，收回来之后，你看，如果从正前方看的话呢，你这个收回去的脚。你的现在的左脚的脚后跟已经偏离到了右脚的外侧去了，所以这样其实是错的啊，对，影响你自己的稳定性。就你这样站其实是并不平稳，所以你的对左腿对这样收回来一点，你这个时候才会比较稳妥一些。所以大家踢完腿之后，那个脚不要收到另外一只脚的侧面。除非不得已哈，所以一般这个要注意这个动作。再试一试做规范的啊。这样是对的。好的，这样就对了。好了。我来纠正一下哈，首先是你这个拳头不是这样握拳的哈，你看他把这个大拇指握在手心里面去了，这样的坏处是，当攻击敌人的时候，当用力之后，大拇指这里会脱臼或者断裂，所以大拇指呢要到外面来，拳眼冲上哈，打出去的时候拳有点旋转这样子啊，收回来也这样子。还有刚才你那个踢的那个脚太高了。你刚才踢的可能有1.6米了哈，我说不要超过1.3米。对，踢得高了好看，但是呢，这个和我们现在这个踢的这个腿的要求高度是不合格的哈，所以不要踢那么高。来，再做一次正确。很好，很好，这就对了。右腿往后出右拳，1、2、3、4，出拳时从后背发力，后背带动手臂发力。
好，你这个动作很好看哈，就是你拉弓的拉回来的这个手呢，这个位置哈，到了脸部。好，到了耳朵的部位，这个可能是错的啊。那我教的时候呢，希望手的位置呢是没有超过肩膀的高度，没超过肩膀，也是在胸脯的部位啊，这样是比较合格啊。那至于古人有没有说放在脸上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教的时候还是拉回来的手是在不超过肩膀的胸脯部位这个高度。你的脚的重心像一个这样一个弓箭步哈，对，这是错的。其实在于拉弓的时候，这样是一定是拉不开弓的，就是变成没有力量拉弓。所以通常呢，这个步子，也就是说这样吧，就是你的重心是往后坐，才可能拉弓，啊，对，拉弓的动作，所以重心是比较偏后，而不能在前面。对，所以当我们一旦是这样的弓步，我再这样拉弓，通常是没有力量的，所以重心是应该在你的后腿的这个方向啊，而不能在前腿。好，再做一次。这样就很好。好，这个动作很有特点哈，就是拉弓的拉的这只手臂哈，这个地方这个翘得太高，这个上臂这一段翘的也太高了啊，对，这样是不对的哈。对，所以这里要沉肩坠肘哈，拉的时候我这里并不需要翘起来啊，对，这也不要翘，再试一试看。对，这样就对了。所以就是我的拉回来的这个手，一定不能超过肩膀的高度啊。对，还有呢，这个腋下这个位置不要翘起来。就是也讲一些大家的就是叫防身的基本知识哈。因为我们这一套健身操哈，是来自于武功的比较多。那在武功之中，面对敌人暴力的时候，就是一个是你把身体这样暴露出来，你这样就会挨打，所以我们拳就护到前头啊。如果我把我的肋部，所以当我把这肘子翘起来呢，就这里又曝光给人了，这样你就容易受伤啊。所以当我们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尽量不要翘起来，所以它有保护的这个动作要有这个意识。好，这样就对了。对，你像我们拉弓的时候，我前面要支撑出弓箭的弓嘛，所以我这里露出来，因为敌人还在远方还好，但是我们习惯性的，如果不是拉弓的时候，手就要收回来，所以后面的手也是不要翘啊，要有这样的平常的意识，这样才是更安全一些。很好看。这个拉弓的时候，你这个一转身哈，你的腰都斜侧过去。
这样的话，实际上你的能量感就已经损失了哈，这样是不对的，对于你的这个身体并没有好处。所以我们在从拉弓再到转身的时候，我的身体哈，其实身体最好还属于正直的状态，这样就比较有能量，而且自己不容易倒。比如当我的身体无论这样拉的时候，我都很倾侧的时候，我的身体的重心已经歪了，就失去了重心。当我扭头转腰的时候，我的腰也扭曲了的时候，第一个失去了能量感，第二个容易摔倒。还有你这个拉弓的这个速度太快了，其实你没有拉过弓，实际上这个弓没那么容易就拉开，要很费力的啊，所以拉的时候速度不会太快的。就是我算有点体力，我拉的时候也就是这个速度才能拉开，所以就会没有那么快。所以这个拉弓的动作不图快啊，但是最好是两个手协调，就等于同时的动作，而不是这个伸手再来拉这样子，同时这样做这个动作就会比较好。这样比较好。好，这样比较协调，这样就对了。右腿往后跨，3，转左，5、6，回，8，做拉弓动作，3，转右，5、6，回，8，两臂用力，3，转腰，5、6、7、8。好了，很好看。好，下一个动作。太好了，好，可以了。也就是我评价哈，就是你们两个的动作呢，都是你的动作太过分，太过分的是你这个手不需要伸那么高，就像跳舞一样哈。实际上它是来自于武功的一个防身的攻击动作啊，所以你的手不需要伸那么高。动作那么夸张，就没有撞击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因为是来自于武功的防身术，它肯定不是舞蹈，所以当我的动作过于舞蹈化的时候呢，它就失去了防身的意义啊。那你那个动作呢，就过分的懒惰。因为你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你的站着的腿都没有动过，没有弯曲，你的腰身没有配合过，所以这个动作变成只是手和脚在动的这个感觉，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力，就是从运动的健康性运动性都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啊。你那个动作又太过，所以这两个就是都不太合理啊。所以呢，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动作。你们仔细看看什么是正确的动作。先撞右膝，1、2、3、4，手脚同时发力，两臂用力。做的挺好的，你两手臂推出来，这个手掌来推出来看哈，推的手掌就是没有伸开，就没有起到这个推出去的这个作用哈，所以要适当的要推出来哈。基本是直，虽然我不追求手臂是直的，但是绝对不是弯的，推出去是要推出去，将一个人推出去啊，
要这样子哈。所以当我推到这样子，我就不往前推了，这样它起不到推动的作用啊。所以一定要推出来啊。好，那么下一个动作呢？你这两个脚呢，不要习惯性的站成一条线。你看这样站，我这样站都不稳哈，所以习惯性的一条线的时候，你的上身这么宽，可是底下呢变成一个锥子，变成一条线，我们就变得不稳了。所以推出去的这个两个脚之间哈，比如说你的右脚往前，对，它两边是有左右的距离的，这样才会稳定。这个我们看看那个电影上那个总统保镖站的时候是这样站，总统保镖哈都是这样站，哎，为什么呢？这样比较稳，对不对？那总统保镖有这样站的吗？你仔细看，所有的电影上，包括新闻上，总统的保镖是这样站的，是有的，是保安。保安从农村出来啥都不知道，反正站直了就好，因为他没有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对不对？他只是说你进门有没有证件而已。那总统保镖呢，就随时保护总统，杀伤敌人，所以他处在这个状态，首先自己稳了，在干嘛呢？看敌人，看坏人，是吧？随时往哪边出手啊，往哪边跑啊，对。所以当我们两个脚，尤其是在站的时候，包括做动作的时候，我站成一条线，这就不稳了。你做得非常好看，这个通常是动作力气还有声音，哼也好，哈也好，它是一起的，还有你的意念一种5种内容，它是一起出来这样才能达到那种能量感、爆发的力量。它是哼，它是爆发力推出来，等我推出去之后，半天哼。其实师父教我们呢，就是以声助气就是我的声音其实协助和带领着气和能量达到我所期望的那个推动的效果。当我先把动作做完了之后才出声音的时候，变成是没有结果，没有达到这个能量的这种爆发的效果。所以一定要动作、力气、意念、声音同时爆发出来，这个才能达到我们所期望的那个效果。如果用于防身术的时候，才可以将坏人推走，不要靠近我对。非常好。我现在想起来下一个毛病来了，对，你刚才就往前推的这个推掌呢，推身掌呢，你的重心太靠前腿了，所以你的膝盖已经超过了脚尖的时候，就说明你的重心太靠前了，它的不合理性。好，说回来，一个是容易伤到膝盖。前面的轻轻一拽你就会倒的，对，所以这个动作就不标准所以我们往前推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和这个腿之间不能超过90度，也就是你的重心不要太靠前就是你那个推掌收回脚来之后，两个脚站立的时候，就像你这样站立并得齐齐的，倒是很好看，就是很规范。但是坏处是不稳定，所以两脚有一点距离，
这样会更稳一些。8、1、2、3、4，往右，哼，6、7、8，推3掌，3，右腿往前，好，6、7、8。